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，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，吃着不爽。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，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，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，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，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个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。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，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，那真是隔行如隔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。做好了这个碟，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。最里边这个脆球，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，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，就特别像脆虾米，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。有一单着急开盖，给我割皮鞋都烫漏了，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。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，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，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，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。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，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。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，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，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。涂膜做雪糕层了，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，黄色的是香浓的淡奶味儿，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儿。而且为了多活几天，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。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。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。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，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，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，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，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。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，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，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心巧克力，这看着就特别过瘾。然后算了一下，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。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，一共做了12天呢。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，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，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。爸，别太激动啊！咱把土豆淀粉送到肉片的被窝里。可以激动了！我们多少有点生疏了，但是一点都不耽误切这个破丝儿。来调汁儿，很多的糖，没那么多的醋，一点老抽，一点盐。老丈人糖尿病，你就让他做小孩那桌。我们老师就这口，你乐意吃不吃？这声太小，这肉来来回回得炸3回，只要炸成这个色儿，这菜儿你基本成了，爷们儿。那些玩意儿都倒回来，假装掂2下子，咱们出锅展示。哎呦，我呲油多了，这回可以展示了，上音乐。锅包肉2物吃，因为配米饭吃，第2天更快了。哎呦我太牛逼了！我太伟大了，我太伟大了。担心吃这玩意儿你别怕胖，你再配个窜稀小套，一进一出就本来本走嘛。但这个小套真有劲儿啊！我从哈尔滨大呲花，我窜成东北守夜人了，我呲了真是。对，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。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。他说老婆这菜馊了。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的那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1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不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巴、带笋、螺鸡、牛拉、翻碗、老土尖、蒸班。葱螺、手羊酒，真的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，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寻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大姐倒没啥，完他可能看我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意思空手来，他把他姥的轮椅给我拿来了，我真服了。你说20来岁大小伙，限量版球鞋没几双，大小轮椅攒齐了，这一下子这叫什么事儿？这是。
我这一边捂着腰间盘，一边给我奶做了一份茄汁小酥肉，还做了一份腐乳炖排骨。完，我奶听说别人家老太太那偷摸在家不干呢，她也想搏一搏，我给她做份烤牛奶。完，我有个女同学给我打电话说，你要腰酸背疼，一定要喝猪尾巴汤。我问她为啥，她说别问了，问就是这一块太有经验了。还给我奶做了个刀鱼扒白菜，还有一锅顺德的火焰醉鹅，这个酱料一定记一下子啊！我当时给我前老丈人拜把子，问他5个真心话，才把这方子套出来。完做了一锅豆腐煲烩饭，我爷吃都说香，我爸咣啷来一句说你这不就豆腐脑盖饭吗？我当时要不是坐轮椅上，我可能一下就气背过气去了。完在网上学了一个梅子酿和辣酱炖的鸡翅，辣酱有点放多了，我就倒了点雪碧，这一下全完了，他从梅翅变成碧翅了。今天我们哥俩伙食饭是尖椒肉丝打卤面和薛妈蛋黄酥。这薛妈蛋黄酥绝对是 YYDS， 它这每个咸蛋黄都是人工筛选的，完了给它打散到进口的动物黄油里，而且这个蛋黄酥吃着不干还不噎挺，没有生蛋黄的腥味儿。就这么说吧，我给我奶拿了一盒，我奶寻思摸摸的，一会儿来一块，我爷到最后这一盒就捞了点酥皮儿。来吧，香香的烤奶、刀菜、碧翅、豆饭、茄酥、腐排、肘包、火鹅、煨汤。我今天把饭送去，我爸说菜怎么有点凉，说要给差评。我心说你但凡早点来看着我们送餐过程，谁能有心给差评啊？我这一道大胯都要磨掉了，那菜凉一点吃怎么了？我说咱回家自己做，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的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，算了不了。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从来不加糖，你说这个那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，给它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2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。我奶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儿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这肘子放的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我奶锁半贵了。完我把他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。一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量还没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，早上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的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，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